他们来自不同县市，背着撞球杆走进比赛会场。在比赛场上，瞄准9号球，精准出杆，只为撞出属于自己的光芒。撞球是一项透过思考、瞄准、力道控制的运动，每一次出杆都是对自己策略与技术的挑战。白球旋转，高速碰撞子球，透过跳球、曲球特殊技巧，子球应声入袋，这就是花式撞球。稳定出杆，一杆清光球台上每一颗子球，掌声响起，这就是撞球迷人之处。每天不间断的自我加强练习，定杆、推杆、拉杆都是基本功法。白球力道精准控制到位，专注、冷静、瞄准出杆，撞进子球的刹那间，才有下一次的进攻机会。一场又一场的与球友对战练习，挑战高阶选手，增加实战经验，才能在比赛场上不怯场。发挥冲球爆发力，仔细思考进攻及防守策略，把握对手失误的进攻机会，发挥抗压能力，才能稳健出杆，夺下制胜关键局。这就是战胜对手、获得胜利的秘诀。114年度台湾杯全国撞球锦标赛8月30、31线上直播。好，连续2天在高雄市社会局妇幼青少年活动中心进行的台湾杯全国撞球锦标赛，我们今天是比赛的第1天哦。在周六的上午呢，我们刚刚看了陆续一些64强，然后到48强的比赛。大家用完午餐之后呢，下午我们的比赛持续。主播台依旧是由我董静乔搭档的是我们的林娟辅教练，然后为大家继续带来讲评工作。教练下午好。下午好。好，我们刚才简短用完餐哦，然后也听到教练刚刚在用餐的时候，跟这个您的学生，也是今天担任裁判的这个2位学生哦，在讨论一下今天选手们今天的表现。那确实大家都觉得说，哎，今天状况比较多哈，有一些小失误或者是一些，尤其在跳球方面的部分是，所以我们也期待哈，这个下午场是大家吃饱饭之后，可以把自己的平常练习的发挥内容啊。在今天的转播还有明天都可以发挥得更好。那下午的场次回来的第一场比赛，我们要看到的是苏佑璞选手来对上吴梦环选手。没错，比完球之后呢，是由苏佑璞选手呢获得冲球权。苏佑璞要拿4局，吴梦环要拿5局，所以吴梦环年龄渐稍长一些。我们是以年龄做这个局数的区分。那今天最大的差别是那种一边是拿3局就好，一边要拿到6局啊。没错。对。好，那我们的这场赛事呢，会有在我们的FB 的高雄市撞球运动协会做直播，对，然后还有我们的 Hot Sports 跟动之 Sport 的 YouTube 频道也都有直播，所以我们有3个平台线上直播。那有些平台都会有那个即时的聊天室哦，也欢迎观众朋友可以透过场上这些互动啊，如果您觉得有一些疑问或者是一些精彩的部分，也欢迎和我们互动，我们会有小编和大家互动。那如果我跟教练在转播的过程中刚好有瞄到，那是可以为您解答的话，我们也会尽量帮大家解答。对，刚好有人问一些蛮有趣的话题，是不是？就是我们说刚猜哪一位歌手，哦，是有人猜到是苏永康。苏永康，我们刚刚前面结束的这个有选手啊，这个有点明星脸啊。没错。那也请大家多多帮我们分享一下啦，让选手的曝光度可以再多一点。是，尤其这个礼拜可以算是撞球非常热闹的一周哦，不止在台湾，像我们在高雄，我好像在台北，甚至是海外哦，也都有蛮多赛事在进行的。没错。而且今天是暑假的最后一天啊，那学生们也希望在开学前能
尽快完成这些难得来不易的比赛。好，那我们看梦环这一颗力量稍微掌握的不太好哦。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留给对手的状况会是怎么样。目前在桌面上，这个球大部分都集中在左边，是的，形成一个密集的集团哦。尤其这个6-8，对，那其实球如果都集中在左边，就代表今天选手们冲球啊的力量上可能稍微小力的一些哈，让球堆都没有散开来，是蛮可惜的。这样子会减少我们一杆清台的机会。那我们刚刚趁休息的时候啊，我们刚刚下去的时候也发现到很多教练们啊，或者家长们都有在跟选手做一些叮咛啊，或者是经验分享，我觉得都不错。然后大家都是采取鼓励的方式啊，然后就会说，你刚刚可以怎样，你刚刚可以再怎么做可以更好。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跟以往学球的环境最大的不同。是。现在大家都爱的教育是，对，当然啊，有好有坏啦。我个人目前这样看起来，不管是在撞球上面，或者是我的学业上面，爱的教育确实是有好的部分，但也有我觉得不好的部分。然后跟以往小时候学的打骂教育还是有所不同。不同哦。对啊，是，尤其是小车教练是教育工作者，你一定特别能深有感受。是的，其实不是说哪一个一定比较好，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有些人适合打骂教育，他会打得更好，他会有一种不服输的心态。那如果你用爱的教育，他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了不起，他反而激不起他的斗争心呐。对啊，所以我觉得孔子有说一句最有名的话，就是这个因人而异的教学，因材施教。对，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一个老师到底能因材施教多少个学生，这就变得很重要。是。好，现在选手陆续开始把台面在清哦，看一下右蹼这边，这一颗6号已经在洞口了。对。好，我们可以看到右蹼他的动作是正趴哈，这个跟很多标准姿势是不太一样的。对，可能他的学习历程应该都是自学居多。或者是他觉得这样子对他来说身体最舒服。今天穿的衣服哦，高雄，高雄，对，应该也是地主选手啊。在高雄比赛，就是相对来说，对于南部，像我们今天有蛮多台南来的选手，是或者屏东啦的参赛会比较方便一点。其实高雄应该在台湾的县市里面算长的了。对。哦，它的区域也算蛮长的。而且高雄很特别哦，它是有跟南投相接哦，台南反而没有跟南投相接到。哎呀，这个送在了洞口，说着说着就停在洞口，卡洞，哇！吴梦雪，蜻蜓点水，阿里嘎多，我看不懂，收下了第一局啊。这个礼物很大哎，他赢完之后表情还蛮冷静的，不知道是不是在隐藏心中的狂喜。怎么打着应该是他对方一卡洞口，他那个嘴角就压不住了。真不错，不过有时候真的，今天这样的状况其实不在少数哦。对，但这个洞算蛮大的，所以选手们可能在瞄准上有点随便。
就觉得哦洞那么大，我随便瞄，是那反而就出现了一些失误了哦。因为有时候小洞反而洞比较小，会提高你的专注力，反而不会有这种卡洞的现象这么多。好，来看一下吴选手的冲球，瞄的蛮低的、哦。好哇，冲饱了母球，第一时间差点往底袋去哦。哇，冲得很开，但是没有进任何一颗。是的，那球基本上还是在球台的下半部啊，所以可能因为冲饱了，所以力量没有灌进去，非常可惜。那待会可能又是一个攻防战的你来我往。是1号球做了数颗星的弹跳之后，现在也尝到了后半队。对，那我们看一下梦环选手要他怎么处理，有可能要3颗星了哈。他要打这边的2颗星，也是可以，只是这个旋转只要拿捏的好哦。哇，相当精准，不错。来到这边有没有机会来一个打1借5攻9，变个魔术？这个9号球搞不好还会再碰到6号，再碰到8号。哇没有办法，这种办法。好，他没有这样选择，是我太天马行空。是。教练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你比较大胆一点了。没错，因为刚球性其实不太好啦，那两边选手的状况也没有到很稳定。对，因为刚开始我觉得他们现在也还在持续加温自己的手感。对，所以有机会可以尝试碰9号，也可以去碰碰看。哦，这里要继续埋呢。好，但镜头看起来是不能过，过不了，过不了。哦，但他选择一个曲球 m a s e 勾球1颗星，然后留在中袋给对手吃吃看。没错。那我们刚观众有留言是希望看到8-1战术，8-1战术就是对手吃8颗，我吃1颗。那不就刚才的状况？没错，没错。看到了，观众朋友看到了，赶快留言加分享。好，1号球，哎呀，要弹出来。大家今天的准度都有点不在线上哦。那其实要怎么样可以提升自己的准度？我是觉得自己的瞄准线或瞄准点越细越好，越小越好。就是你不要只看一个大概，你要真的 true 有一个真的 real 的点，或者一个 real 的线，会比较好一点点。好，哇，这个2号也是瞄准线的问题。看2位选手现在都这个瞄准都还不在线上，那我觉得有机会攻9就攻9吧。好，那这个29感觉他是要碰啊，他刚好去看一下会不会过，尝试一下哈。没错，拼一波看看。好，拼到了一个拼到2号，对。有买有机会啊，是跟乐透彩一样。啊，圣诞树可以测了。哎呦，裁判有听到你说话。好，接着打红色3号，也在离洞口很近的位置了。结果红色没进，进了白色。好，俊成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3座4，球形非常的散啊，应该是有机会吃完。好，稳着点。那摆这边的话，待会4号不要被6号球叼到就好，不要手叼，跑过头了。哇，这个力量的掌握稍微失控了点。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要架杆器了，而且母球要下低杆右塞，也不是挺好下的。
哦，加干器没有那么好下，哇，哦，太远了，这样子5做6，待会6号该不会是要拉杆吧？可以啦，洞蛮大的，不要差太多，应该是拉得回来。哎呀，果然这个远度还是影响到了准度，压力来了，可能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出杆。是，对啊，这个远端的想尝试做拉杆哈，但是5号球撞壁弹出，现在弹到了左边。我刚其实下去稍微看一下，其实蛮多家长或者是教练都有自己带手机跟脚架哦，帮选手们做记录，我觉得是很好的。在赛后检讨，像我们以前没有手机可以做记录，都是教练凭印象啊。我有时候你就会跟教练说，可是我没有，对啊，没有，这就是这个角度啊。教练说不是，是这个角度。是，然后我就说就是这个角度啊。然后光在那边争执，那其实角度差一点，真的确实是有差。是，对，所以有时候这个影像的记录可以帮助你的进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尤其像我们转播前的那个 VC 啊，就是 promote 的影片，也是去年的片段哦，其实也都会把大家精彩的表现哦，或许在明年你有机会出现。像我们今天也有选手，这个一杆进3球没错，就会留下这样高光时刻。对，高光时刻。6号，我印象中啊，就是高光时刻有一位选手，他不是世界特别有名的选手，但是他处理了一颗世纪难球，处理得非常好，然后被大家所留名这样子，被记得。对，这个选手应该是这个越南选手，叫梁振东还是杨振东，我忘记了啊，应该是振东。他就是他的目标球被4颗球包围着，是，然后你直接打都打不到，对，然后他选择用跳球的，他直接跳到那颗球上面，哇，然后非常的精准，精妙的落，对，哇，这有时候真的也是神来一笔啊，对，没有那么机车的选手就不会有那么厉害的场面哈。那就是有名的10月围城。好，这个8、9的连打，现在一个在右，一个在左。好，哎呦，差一点没进哎。好，回来走的位置也不错，应该是可以轻松收下这个9号。没有问题。好的，吴梦选再下一局。他都是这个赢球或输球的表情都还蛮淡定的哈。对。不过他也是一个戴眼镜的选手啊。其实撞球圈一直有一个传说，就是说这个戴眼镜的选手这辈子很难拿到冠军。哦。主要就是这个我们戴眼镜的上面嘛，对，上梁其实是会影响到一些视线。对，尤其当你抬高杆尾的时候，你是看不到球，所以有些选手会去做一个加大镜片的镜框。是。对。然后但是眼镜呢，跟隐形眼镜看起来那个球的大小啊，近的球会看得比较大，远的球会看得比较小一点点，所以实际上还是有差。所以在这种世界级或是高水准的比赛，有时候就是差那么一点哦。对。那小周教练有因此认识，为了想精进这个状况去做雷射或是开刀手术的状况吗？有些稍长我一些的选手，他们好像有去做这个雷射，他们跟我讲说很快，然后隔天就可以恢复，就可以用。我说真的假的？对，所以现在医疗是真的很进步啊。对啊，这个雷射手术的这个施作的方式一直有在改变跟进化。没错。
好，这个冲球有收获，所以现在继续来做2号球的进攻，打进。下一颗是粉红的4号，打左边的底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4做5，推杆1颗星也可以，好，低杆1颗星，低杆也可以。那我是建议可以打推杆呐，角度稍微小一点点，等一下会比较好带6号。哦，6号感觉应该是不能进啊，哎，好，他选择低杆。第一杆的话做到这里，你看这样5做6其实是不太好带开的。有点远哦，这个角度。主要是6号影响到架杆了。对，然后这颗球稍微大力了一点，但路线还不错，所以贴着颗星滚进。那下一颗处理大局。好，那他应该会想要推杆左塞去带开，哦，没有，他选择先帮对手带开。人挺好的，人还真好。没错，希望他不要被发好人卡。我记得我第一次不是被发好人卡，我小时候被发的是猴子卡。猴子卡。对，因为那时候是田径队，是李平头，然后说我不要，你长得好像猴子啊。所以小周教练是田径出身。对，以前是田径。那什么时候什么因缘际会后来转撞球？打篮球，然后再拐到脚，然后就变成打撞球了。是，来，我们又一个跳球失败了。对啊，今天大家跳球都不好，可不可以不要再跳球了？不然人家转到这里，以为我们全部的人都不会跳球，不行。大家学着解球嘛，干嘛对解球那么没信心呢？菲律宾有一个国宝级人物这享誉全世界花式撞球，叫做 Evan Reyes， 他叫魔术师。魔术师，他这辈子没有拿过短杆跳球。几乎不是。他都是用解球，他觉得解球才可以展现撞球之美。对。哇，也是很有原则的一位选手。没错，所以他的解球路线千变万化，而且又精准无比是。他很怕压到8号，多看了几次。嘿，结果是双喜。对，双喜临门，担心这个手下的就过不了眼前。没错。可能身材球了，他发力的方式也有一些不一样。好，那这颗自由球吴梦璇就是开心的时刻了，但自己也是要把握住了。好，这里要带一点拉吗？应该是推杆2颗星，推杆2颗星。但我怕他顶中带脚。好，没有，他打太大力了，角度摆太大了。哇，自由球做这样回去打屁股啊！好的，最后一杆还是化解掉危机，再拿下一局。没错。佑普对于刚才的那个双喜临门有点懊恼。对，我感觉啦，身上那件衣服没给他气势，他的气势落了一半。高雄哈，高雄。我觉得打球有时候要有个气势，气势可以带动你的斗志，也可以让对手没有那么好赢的感觉。对。所以现在也要想在有限的条件里面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什么拐气的方式了，因为现在比赛节奏是在吴梦璇这边。对。而且苏佑普也是要拿4局，他不是说要拿3局，要拿的局数也不少。现在这样子的状况确实会比较被动一点。对，对手过半了，他还没开张，是 very danger。哇，这一冲把球全部冲到另外一边。没错，
这是我今天大概少数啊看到球蛮多有过半场的，是，感觉转一个阵地哈。没错，是下半部分现在就孤零零的剩下9号跟一个4号而已，其他都在上半部。好，运气不错。哎，长的位置挺好的。这里打远端颗星嘛？应该是刚好可以过、哦。刚好可以过哦。我们看这个角度。好不好？刚好还可以进哦。可以进，过，可以进，但他没有打进。那我觉得佑普今天是有点失常嘛，因为我有看过他打球。平常状况应该没有那么差。是。所以选手来到转播的场次哈，然后旁边又有比较多人站着看，或多或少，因为你会觉得说你的表现好跟坏都被放大检视了。那如果你现在正好又是落后的一方哈，你就会比较心急一点。对，更慌了。尤其是有些选手他又想要快一点展现一下自己的东西的话哈，展现不出来会比较急。毕竟都跟同学说，哎，我明天要那个比赛，看转播要帮忙分享啊。但这个年纪，我觉得输赢是一回事啊，这更重要的是你可以透过这场杯赛，获得什么样的收获，才是最重要的。这颗雕球也不错哦，确实有雕到。这样就必须破解对手用颗星来解了。这个的话，我是建议解1颗星，用点力哈，把它看可不可以解进之后，母球再1颗星往3号下面走。哇，结果是一个3不沾，全部都没有碰到。没错。好，然后对手自由球，那这样子1做2，应该是1颗星往右边走。好，力量控制一下，不要贴壁哦。弹起来，然后叼到自己吗？好像有点叼到自己。好，看起来应该还是有冲到啊，还行。OK， 吓死我了。我心脏很小，不要吓我。对。哇，藏到后面去了，带点炫，但 OK， 后面有跑出来一些，可以继续做3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颗球，他应该是想要拉杆。好，推杆右塞。好，去把一个集团球带开之后，6、8活了。还不错。这时候处理的好，这样处理的话就是要吃完，不然就是刚刚白忙一场。对，我们今天还没有看到可以一杆清台的。没错，我讲完他们都不给我面子。lucky。哎呦，又给我面子。是。今天蛮多出乎意料的发展哈，但是吴梦璇的攻势还得以延续。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7号中带，稍微点一下低杆梦华应该就可以做到这8号了。好的。好，角度力量可以，还行。中推杆1颗星，哇，2颗星就有风险，可能会过头哦。大家都不喜欢把球做好，喜欢增加一些挑战性。对啊，如果你没有做好的话，
当然像这种关键的9号球，你就会增加自己的难度。当然，你开得过你是拓海，你开不过你填海。我们来看一下。哎呦，一个要召唤法海。哇，这个老天保佑，没错，在这边，那就吴梦璇拿下了第4局。他自己都喘了一口，对，喘是确实哈，刚刚那个走势，没错。好，我们右辅有点对，有点荡哈，但没关系，就把握好自己的每一杆哦，毕竟都来比赛了，报名费都缴了，就是还是要有所收获。来都来了，对，来都来了，要带点东西回去哈，经验要带回去。今天我们的赛程预计是会把 A、B 两组的48强都进行，然后在明天8月31号的周日，我们也从32强赛开始进行，然后会一路到16强、8强，以及这个冠亚军赛。所以谁能够笑到最后呢？我们要这2天持续透过我们3个转播平台，包括高雄市撞球运动协会的 Facebook、脸书粉专，以及 HotSport 跟动之 Sport 的 YouTube 频道，都可以同步观看到这2天在台湾杯的现场，也帮选手加油。或许他们现在都很多还是这个名不经传的年轻选手啊，但是都还在打磨自己的武器。像去年我们的冠军选手也还是连霸的选手啊，庄智宇啊，他现在也已经开始在这个状态已经开始慢慢崭露头角了。没错。所以就是从这些小杯赛啊开始累积自己的身手跟自己的眼界，就有机会可以迈向更大的舞台。不过去年我记得庄智宇的比赛，真的有比较屠杀级啦。对啊，就是有一个落差，有一个落差在。就有点像这个比赛是为了他而办的感觉。没有，他是大魔王啦，大家要这尝试看看，可以把他拉下嘛。这也增加了一些可看性。好，这一球犯规了，所以有自由球的机会。看了一下1号跟9号，发现有点远，算了。主要是出杆的这个距离也不够哈。好，我们来看一下1做2，哇，力量小了点啊，角度有点太大，2号角度太大，这样有可能要看可不可以敲到一点点8号，才可以做这个刹车。好，没有，他想要直接打后进，对，那就是打不进。好，盾啊，不错哦，稍微过头了点，但应该轻轻放出去，应该4号就很好打了。投太多了，投太多了。对，投太多。3号路线偏右，撞在右边的墙面上。好，颗形状把它解开。好，这个4号球是打最薄就有机会进呢。我们从进3号先。我以为刚刚那个是5号。是3号打左方的底带。
接着做4号贴壁，没错，来一个，哎呀，又卡了一下。好，留下一个中长距离小角度球啊，之后8号有点困难，看一下他怎么化解。哇，这个6号要怎么打啊？这个就来回跑吧，来回跑打进，然后母球这样子，左边右边左边，然后跑到9号球的前面。好，看好角度，看7号坐这边的话，是不是要拉杆敲8号的意思吗？不错，但最后的2颗要沉住气啊，不然又被人家给8-1战术了。但刚刚做的那个就不好，你怎么拉都是会撞到8号球的。这个主要是这个角度难打。哎呀，哇，这怎么又屋漏偏逢连连夜雨雨哈，哇！那另外一位就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那这梦环真的这场比赛算是蛮 lucky 的哈，对手给了蛮多自由球的机会，尤其是在关键时刻，那你就要好好的善用了。好，力量，再跟我继续玩捉迷藏。哇，这球蛮吃身体的哦，要吃一点身体哦。好，稳下心来哈，好好的瞄准，啊，领先不急，好球。哎呀，水嘎！虽然有一点跑过头了，但是最后一杆还是有化解掉了。我们恭喜吴梦环选手，哇，他这场比赛也是吃了几个这种关键的自由球，2-3个应该有哦。对，没错。好，那我们恭喜梦选。那我们的苏选手也不要气馁哦，在今天确实有比较多把白球打进的一个状况，但要待会赛后之后呢，透过这个比赛重播，可以掌握一下自己今天的一些状况。没错，对，撞球之路还很长。好，我们的主桌进行一下场地整理，待会再回到下一场比赛。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39分，我们的比赛持续在进行哦。那这一场是一场男女子选手的较量，双方年龄相近，所以都是抢4局的状况，而且两位都是来自台南哦，都是球二代，就是这么巧。对，而且都是左手，都是左手啊，所以是个左手这个剑客的一场对决。稍早我们有看到小鱼儿郑晴瑜的表现哦，还不错，对不对？稳扎稳打的，而且幸运球，对，幸运球蛮蛮多的啊、对。但是幸运球有时候是一时的，能不能一直让他有这样走到后面的机会？那这一回合就要看这场台南内战，郭子奎这一关他能否闯过。两位选手的父亲都是我们台湾曾经当过职业选手的没错，名将。小鱼儿的爸爸可能大家比较知道了，子奎的爸爸可能对大家要在地一点选手是会比较也知道一点。是郭子宏的父亲是郭子奎的父亲是郭炳宏先生，也是前台南的对职职业好手。手，是。哇，多么希望这2颗球的位置对调一下。哇！好，先送进1号球。如果是那样的话，女生会哭哦，你要负责吼。蓝色清消一下哦，这里先挡下然后来。他这个坏习惯不好，其实就让他走完就好。对对，因为有时候我们选手去国外这样子的话，就是裁判会警告你，然后而且他会跟你讲说你违反运动员精神，是，这是算一个蛮严重的判罚。因为有时候自己在家练，为了节省那个球道滚的时间，你可能会去，但确实在比赛哈，这种小习惯要改掉。因为他如果刚好没进，裁判就会说，哎，你是不是作弊？你是有碰到？确实，这个小细节是有要修正的必要。好，这一颗蓝色可以怎么打呢？小车教练，这一个的话，应该是可以打一个灌球啦，打灌球比较理想。推杆，左塞。好，没有，他选择他保切。好，那就看他躲得怎么样，躲得还不错。对，我们在外面比赛的选手陈正佑正在看比赛哦。所以他比赛之余还心系台湾杯。对，他去年亚军嘛。对，他现在应该是没事做。好，那我们另外一位这个台北的学生好手汪俊凯，也正在看我们的比赛。然后早上比赛的选手李万廷也正在看比赛。是，哇，这球没捡到给了郭子奎自由球的机会。他今天穿了一件 I don't care 的 T 恤。这种 I don't care 这种我行我素的这种是好年轻人的态度。对，我记得最早有这种态度的是这个艺人，好像是这个李明一呀，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我听过，是主持人嘛，后来对，他就是那个时候对不是说他拽啊，他就是树立的那个形象，我行我素这样子，让大家模仿。他之后转身这个广播界吧，是对，我记得广播界做得很好。因为
母球的位置比较远哦，需要出动架杆，然后4号这边要贴着臂走。哇，讲到广播，我就记得我国中时期还会听广播，是，对，那时候大家很流行听这个飞碟电台，飞碟电台光宇，嗯，然后还去买书来看。哇，现在时代不一样，现在小朋友都听 podcast。对。哎，说到 podcast， 我们有没有什么撞球的 podcast 可以介绍给大家？这个应该目前没有，没有哦。撞球的人们好像没有那么能言善道。是，其实也蛮鼓励大家可以出来做，尤其像现在 podcast， 好多各个其实蛮多冷门运动也都有在做。对啊，那我觉得我记得上次这个有2个啦，一个是我的学生哦，他是做这个直播的，然后他有上去做这个直播聊天的系统，但是他更多的是讲这个我们科技的部分。另外一个有上 Podcast， 应该是 Zero Link 的总执行长叫汪万林，他也有去上别人的 Podcast。对，那聊天的内容我是没有听的，但我知道他有上，应该不外乎还是聊撞球。是，对。那我觉得其实要做一个撞球的 Podcast，你要了解的东西蛮多的，因为不能只有撞球，你有时候搞不好还要结合时事，对啊，结合产业各方面的。那我们自己国内的选手对撞球以外的东西涉猎甚少，是，对，所以要做成一个带撞的或者是长时态多级数的，可能就有点难度。是，专访可以，但我觉得就多级数的话，就稍微吃亏了一点。如果有心人士想要做，麻烦联络我们小周教练，也是可以跟你很哈拉的范围很广的，除了撞球之外，什么都能聊的。我应该是球圈里面什么都能聊的人。哇，这一球也是一箭双雕，但要给对方自由球了，而且现在已经是比赛尾声喽，所以是有做球清台的机会的。他选择拱9。哎，可以啊，可以啊，他今天 lucky 很多。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69碰，69啊，卡住了，好，给对手吃吃看。是，但我相信刚郭子奎应该心有揪一下。没错，我觉得你有偏心的感觉。没有，我只是单纯看到走捷径会比较兴奋。就谁赢得快，我们就支持谁，是不是？啊，这球还在转，好，定的位置不错，后面还有3颗要处理。所以这颗处理完，7号母球的落点位置就蛮重要，因为8号有点被9号给遮掩到。没错，哎呀，带偏了。这个准度上还是失去了准头。也失去了准头。对，两边现在处理7号都不是那么的理想，就继续看机遇战怎么样。没错，感觉打进7号还不一定打得进8号，没错，打得进8号还不一定打得进9号。怎么感觉有点寡不会的感觉哦？我记得我去年有问过你一个谜语，然后来看你还记不记得？我肯定不记得，我肯定不记得。你知道开撞球馆的业者啊，要拜什么神明？来点提示吧。跟台湾在地历史非常有关。在地历史。线上的朋友也可以一起猜一下哈。我们边看比赛边想一下，撞球业者要拜谁这样子？跟网咖业者是拜同样一个。哦 ，OK。好，我彻底忘了。
但是我记得你有问我这个，但是我可能对，答案我没有郑记住成功，郑成功，因为他是开台圣王。对，对，要开台哈，多开台多赚钱。没错。其实台湾的民间信仰其实就算蛮多，很多啊，我们不只有神明，我们还有人格神明化。对啊，就是有些历史人物，我们把它神格化。啊，真的是一个小小一个地方，但是对宗教的包容度哇非常丰富的。那你知道台湾哪一个乡镇庙宇的这个密集度最高吗？我没记错，应该是台南吧？对，台南的哪一个县？哪一个县？乡镇哦，好像是麻豆那里，是不是？诶，快接近了。快接近了。对，哦，在盐水啊，它就是他们就是大大小小庙的密集度最高，因为大家当初就是有瘟疫在那边发生，是，所以只要有往生某一些人，他们就建一个庙；往生某一些人就建一个庙。对，这个故事也是我去盐水风炮的时候，当地人告诉我。是。那你有参加吗？有啊，盐水风暴可好玩了。最喜欢那个被炮打到的感觉。好，这个第一局的状况比较多的情况下，是由子奎啊率先开仗。哇，这个白球携带。第一时间，那青云拿到会不会做坏事？这个难度应该比刚才那个高很多。对，但我觉得他有没有可能会做坏事？要么删掉，要么拱救。是，吃球应该不是他想要的。哎，他吃球了。先吃一波哈。先假吃给我看。对，假吃。女明星都假吃嘛，哈。好的，1号做进，结果做2。哎呀，一起进去了，顺推进去。那这样3号接下来就好。其实麻豆庙宇没有那么高，但是它有一个很有名的庙，叫代天府。是它就有那个地狱18层的那个走道可以去走。我觉得我小时候去看的时候吓到哭，真的，小朋友看到那个会怕啊！拔舌地狱是，我们说谎啦。我记得好像在哪里也有一个类似这样地狱18层，然后它还是做电动，对啊，会动的，就是那边嘛，对。哦，那应该是蛮多人的童年噩梦，因为我好隐约也有这个印象。你没有哭吗？肯定有被吓到。所有选手特别注意，选手自己不能驾驶这个摄影机自己做录影或直播，选手都不能自己，选手都不能自己驾，请选手注意。如果有驾车的话，我们这些当场可以处理。6颗，6号球处理的也不错，现在有机会，不过3颗的距离都蛮远的，就要一些中长距离的功力。子奎左手还好，没有生态球。这个钝杆还是顺推呢？顺推还不错。哇，稍微大了一点点，但没事，小事。是。说到民间信仰，只分得出这个哪吒跟红孩儿吗？分得出啊！哇哦，分得出。尤其最近前一阵子不是有那个哪吒的电影？对，哪吒的电影，对，然后还有那款游戏嘛，《黑神话：悟空》对，里面也有，然后这2位角色都有登场哦。没错。好，郭子奎再拿下1局。我记得在那个电玩里面，他们把红孩儿
是这个夜叉，好像对罗萨国的这个一族这样子，对对对。我觉得他的那个剧本写得很好，对，蛮颠覆的哈。虽然是一个好像取西经的故事，但其实里面很多那种官场的尔虞我诈在里面。有一个成语，我觉得世态炎凉，我觉得他把这东西写进去。是。在前几天的那个克隆电玩展，他们也公布啊，就是《黑神话：悟空》的制作团队游戏科学他们的第2部作品要上来了，叫做《黑神话：钟馗》。他们这次要讲钟馗的故事。哎呦，哇，这个清蛮多的，代表是有机会出现今天的一干青苔。我们期待，今天还没有出现一干青，还没有，对，希望不要打我嘴。是。讲到这个民间故事，我记得以前有个港剧，我也是看到怕有关于这个神鬼他就是抓这个鬼八仙就有一个人他拿着金刀砍一些罪犯的头。哇，那你这样形容就已经还蛮可怕的。对。然后这个被砍头的人就变成鬼，然后回来想要报仇，索命这样子，找这个砍他头的人。哇。所以是早期的港剧还是电影？电影，港片，然后它就电影，然后之后变成港剧了，就是一集这样。以前港片那个鬼怪的都拍得不错，尤其是这个僵尸系列哈。台湾的诡异片里面也有拍得不错的，那时候记得好莱坞的一些制片公司都有来台湾做这个电影的制作，哥伦比亚，然后还有福克斯好像都有来台湾做。然后台湾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一个鬼怪嘛，也不能说鬼怪，悬疑吧，悬疑惊悚，对，叫双瞳。是。对，他也是台湾影史上很有名的电影。对，梁家辉演的。那好像是讲那个道家，然后他们有一个用词我忘了叫什么，反正叫化成仙。对，就是双瞳者化成仙。还蛮多道家的这个文化在里面。没错。啊，师姐仙啦，他们有一个词叫做师姐仙。对，我们聊到师姐仙，没错啊，我们什么都可以聊，对，因为看比赛的人什么都有嘛，那大家什么背景都有，搞不好也有这个道家的人，道家哈，对吧？会画符的啊。好，现在这3颗球的位置蛮平行的，处理起来需要一些细节。需要一些细节。郭子奎选手来自台南的 QT Sports， 家里经营的是 QT 撞球馆，所以也算是从小对于撞球运动耳濡目染。QT's 应该是飞龙哥他们家经营的，他小孩是这个张子谦跟这个张子晴，然后郭子奎的话应该是跟他们一起在球馆练习。对。因为台南的球馆的话，应该是收入起来蛮多的啦。那我不晓得郭子奎的爸爸他以前有没有进球馆。但不过，如果在这个练球的路上有同龄人这样一起
练的话，还不错。真的，对，你要有个伴啊，人家说有个伴，你就会一起成长。是，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像柯家一样生3个都这么会打。没错。好，不过郭子奎拿下了第3局了，所以目前这一场抢4的大战，台南内战哦，他是现在有了绝对领先。那秦瑜要加油了，他的这个撞球之神要多多青睐他一下。没错，可能他的神明刚刚去补休了。好，来个强力冲，进了1号。还是郑家人，他的郑成功没有去保佑他。哎，真的哎，他这几次开台都开得还蛮精彩的。一开进3颗。好，看一下这个236碰吗？不是，应该是做防守，没那么夸张。好，防守失败，没事，应该还有剩6颗。好，给我们小鱼儿。对，剩6颗。然后这颗就会有点功力啊，低杆右塞哈。好，没有，他就选了一个平杆右塞。没有打进，留下呛死给对手。其实台湾早期有很多家撞球馆，台湾早期撞球馆多到比便利商店还要多。对，有6000多家，而且还不包含那种家庭式的撞球馆。叫家庭式撞球馆，就是它就是家里透天，然后1楼就摆2张改装，然后给人家进去打，这个都很不算。对啊，那种阿公阿嬷就是1分钟1块蒙台，他记得，然后你怕是。现在我记得还有剩这个哇，变局出现了，看一下哈，4号的位置抓一下，没戏，还是只能单走。没错，但他放这边的话，对他来说左手是比较好架杆啊，但好不好进我就不知道。是这个角度要很斜耶，好，还是撞到可惜了。所以他刚刚摆的话，这个角度对他来说是有点压力的，建议他摆直一点，然后发大力，或者是多练球啊。他真的是属于练球。是。如果人外出上厕所的时候，要跟单位报备，报备如果广播3次，没有到。刚聊到台湾这个撞球馆的曾经很兴旺，然后后来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呐，然后还有很多以前撞球，因为其实撞球馆的占地都蛮大的，对，后来很多都被收掉，然后去改建成其他东西。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撞球馆很多都是复合式跟保龄球放在一起，有一些是这样。所以你是北部？也没有啊，我南部也有一些是这样的状况。因为我记得南部好像没有复合式的样子，是，好像对，彰化、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复合式现在目前就只剩下新庄吧，跟那个17 play， 对，3重的17 play， 就以前小时候就有印象，哇，这一个下墙右塞是哇，连续的2杆都不理想。没事，我们指挥搞不好会给他一个机会。指挥还是先稳扎稳打的把这颗6号给吃下来再说。以前我记得台湾最大的球馆是不是在高雄？好像100多。那时候是很盛况哦。对啊，很盛况。然后因为撞球是保龄球先盛况嘛，然后再是撞球。撞球之后就是网咖。对。然后网咖之后就遇到2008金融危机，然
后再来就是手机的普及，是，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2018到2018年经济复苏，然后遇到 COVID-19， 然后到现在。那现在的话，打球的人比较少，主要原因是第一个少子化嘛，再来是经济能力嘛，经济没有像以前这么好哦，因为它毕竟是娱乐产业，娱乐业要还是兴盛以就是经济一定要没错，尤其是老板经营球台，一定还是要赚钱嘛。是的，对。哎呦，小鱼儿说着说着把这一局吃下来了，那这样就还有一些机会。我记得好早以前这个保龄球很风靡的时候，是这个圆山有一个好像70道吧，哇，它是上下两楼哎，真的是那个，而且那个好像是张飞开的吧？哦，对，然后他开幕的那天，好像很多明星到现场，我小时候的印象。当然，现在撞球跟保龄球现在的场馆比较少，但是这些新生代的选手，也可以透过撞球比较有机会啦。撞球如果家里空间够大，是有机会在家里摆一台啊。可是家里我除了好莱坞那些明星之外，我很少听到有人家里可以弄保龄球道。有啦，就是单道还是可以。而且以前的综艺节目还有做这个保龄球的节目。哦，我记得都会邀请艺人朋友们上去 PK 保龄球，是。然后或者是港星来，然后也会邀请他一起来打个保龄球，是。所以其实现在的球类运动，尤其是少子化之后，然后现在的电子科技发展，应该说这种电子类的娱乐设施啊，真的抢走了蛮多这些传统运动的时间哈。现在小朋友泡网咖啦，或是玩手游啦，其实时间占比蛮多的。那或许他们也从事其他的球类运动，但是时间上就会被减少，没错。而且韩国好像这几天吧才公布，就是这学期开始，韩高中以下的学生不可以带手机到学校，如果看到就是直接没收。哇，对，他们已经意识到就是手机的危害影响到他们的教育了。那这个东西台湾太敢明定，真的都会把这个责任丢到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上，我觉得有点不太行啊，因为第一线教育者他不敢去直接没收，还有一个人权的问题啊。那我觉得中央啊，教育部中央还是要去积极的帮助第一线教育者啊，要不然你看台湾都在缺老师，我看缺2800个老师哎，现在没有人想要当老师成这样子。好，那我们回这个4座500这样子，我是有点怕的啦。哎呀，我每次都有预感，它就会出现。但如果刚刚那球他顺利打进，那个走向是理想的吗？是理想的，算理想。对，但是那种球就是要发力，那发力的话，你的瞄准就要好。但我觉得他刚刚那颗球有点身材球，导致他瞄准上或触杆上会有点不够稳定啊。我会建议他摆球再摆远一点点，自己站得舒服比较重要。好，这个小鱼儿可能他会身材球做得很远，来，又来一个，连续2个。他刚才也喂了一颗白球。对，但可能像他对手不会吃，给你自由球打不进，我再给你一个看看。就是说风水轮流转哦，前面的
好运64强的时候，对手喂了他不少好球，没错，这一次就换他要喂对手不少好球，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实力运气也是比赛的一环，当然结合实力，这样综合下来的素质就取决于你能否走到后面。没错。我的学长跟我说啊，球打不好可以练啊，但运气不好没办法练。这可能要多去拜拜比较有用。那个郑成功多拜几个。我记得在台北的内湖还是那附近有一个开台圣王庙，就是拜郑成功的。对对对，蛮大的，因为那边有一条那个登山的步道，所以很多在走台北大众走的民众都会经过那个庙。啊，台北大众走这个台湾百越有几个在有一个什么啊，应该是小百越啊，小百越对。是不是有一个剑齿山啊？剑齿山就是很多人很喜欢哦。你说的那个应该是那个北海岸的那个剑龙林吗？哦，剑龙林是那个是那个基隆那边。对。哦，不过那个要有点难度哦。我记得有一阵子好像也是 COVID-19 的那个时候，那时候不是就很流行户外的运动嘛，然后还蛮多民众去爬的。但是因为剑龙林它需要一些，它不只是你一般的健行，它有一些需要抓爬的，对。那有些民众可能就疏忽了这个难度哦，然后受困在上面，然后就要消防队上去救。我记得那个时候还蛮常出现这样的状况，对，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这个小百岳就很多人喜欢挑战啊，像我连象山都爬不上去，我就不挑战。我记得我有一次跟朋友们去夜啊，大家爬象山，在台北非常流行。我一个男的夜爬象山，另外2个是女生啊。我爬着是2个女生等我，一个男生啊。结果子奎也送了一球。好，这两家人对，蛮客气的哈。台南人照顾台南人。你不吃我不吃，先吃先食这个。好，那现在要做一下球了，看一下6号完要怎么样可以顺势做到8号，再9号，因为8、9都是这样贴的边，蛮讨厌的。所以8号要有一个角度出来，跟小鱼儿摆这样子，他应该是怕自己身高不够了，所以做这么好，那这个左塞一定要抢哦，可能怕他拉杆到那就前面，所以一定要左塞强一点，加点力一点。哇，好，没有他打推杆右塞，那我是比较不建议推杆右塞，因为推杆右塞有可能会去撞到9号了。我刚刚看他的旋转姿势这样。好，那留下一个8号中带呛死，母球很简单，推杆1颗星。对，重点是后面的这个9。对，这个母球不可能推杆1颗星洗左边中带吧？OK， 停住，好，那留一个左手身材球给自己，看稳定性好不好？小身材，看一下贴边球，顺的走进去，郭子奎把握住了自由球的优势，在这一场台南内战以4-1击败了郑晴宇。当然，晴宇这一场比赛确实状况比较多，应该说两边都有，但是因为子奎前面累积的局数够多了，他的容错率比较大，所以越走到后面，小鱼儿就没有什么容错率了。没错。但无论如何，两位选手都是出自于这个撞球世家，然后也都是在台南耕耘哦，所以这次在高雄比赛相遇之后，或许也可以认识一下，未来有机会在台南，大家我相信以他们的年龄，都还是会切磋到了。没错。好，我们恭喜两位选手，我们这个主场地稍微做整理啊，下一场选手也准备上来做热身，那我们待会再回到台湾杯转播现场。
各位报告我们所有的参观的民众还有我们的选手，你们的饮料不要放在塑胶椅上面，一定要放桌子或者是放地上，不可以放在塑胶椅上面，那个一定会打翻。所以请选手跟家长配合一下如果打翻的话，我们要赶快处理请大家配合一下我们通常给大家吃饭跟喝饮料的所以请大家配合一下，不然我们这一个场馆是不能饮食的。大会报告，正旗举，请至控台。2014年度台湾杯全国撞球锦标赛，我们周六的下午赛程持续在进行。两位选手握手，即将来进行比球，看谁可以先获得冲球，还握2次啊，真是非常有礼貌。我们的刘佑哲跟郑源，他们2个平常练球就是一块了，是，然后现在要打这个比赛，平常应该就很熟悉了。2人的造型今天也都是黑裤白上衣哦。他们是球友，平常打球就是3人行，还有另外一位已经开打了，是，前运非常的好，凑在一起，那就来检验平常这个练球的状况，能在比赛的时候能不能也发挥出来。郑源今天穿的衣服身上还蛮多那个补贴补丁的一些 sponsor 吗？自己买一些球具就会有送的，是，感觉这样子好，打起来就对不对？比较有气势。我学生时期的时候看到很多这个，我就说哇，这个是装备流，对，装备流。然后打第一颗，我说这个也可以，那我把呗。当然就是自己穿的开心穿的有自信最重要。
好，我们来看一下郑源的冲球，借助桌台这个角度的发力，可以形成一个稳固的角度。抽进了4号。看一下这个，他好像要抓3号的感觉。好，抓了一个空气，对，抓了一个寂寞。对，不过还不错啦，把那边至少先打散，因为刚才那个角度要消也有一些，是的，是比较难一点。对，来看一下右侧。撞到了，回不去了。这2位选手平常练习的范围大概活跃在哪个区域？在这个我们3名区。3名区。对，有的时候在细球打网球的时候在哆瑞咪。哦。是高雄的撞球馆算密集啦，是。就是你在这间球馆，它可能方圆5公里，就大概还有4家。哦，所以已经形成一个群聚的一个效应了。对啊，所以都以3名区为主嘛。3名区是高雄大中人口密集度最高的区域。3名区的位置也方便啊，蛮中心的位置。对，它就是从这个左营之下就是3名区嘛。我以前小时候去3名区，大家都是逢年过节去逛三凤中街的时候，比较会去3名区。对，他们那时候去拿那个买那些年货的时候。对，买年货，热闹啦，主要是。所以也都是高雄的选手。没错。哇，卡在洞门前。再做一下手感的修正。郑颖元这件衣服还是9号球的主题，他后面那个排法哦。他这件不知道是社团的还是，感觉应该是社团的。是。设计还别出心裁哦，有些就只会印名字而已，他后面还印了一个9号球，这个就是让人家知道他是打中。对对对对，打中球之外还可以具体到我是打9号球。有些学校他们就比较喜欢高调说，让人家知道他是哪间学校，他是什么校队。那我们学校的学生就比较喜欢低调，哈。所以你看我的衣服，其实你只能看得到我名字，但你看不出我的学校。对，看不太出来是什么哈。而且还有一颗凤梨。对，因为中正大学旁边就是凤梨田。OK， 所以我们就戏称我们自己学校叫凤梨大学。凤梨大学是。稍微有点身材球。对，右脚要翘得比较高，考验一下自己姿势的稳定度。这个哇，又是卡洞。没错，这招黄狗撒尿打得吧？可能不是平常趴的那一张桌子趴不惯。价很高呢，拉杆克拉克期待，结果右旋太多了。对，
哇，那刚才那球比较好的处理可以怎么做？也是这样打，但是也是这样打哈。力量不用那么大，有小力一点。我说力量对选手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力量打不对，进球率也好，路线也好，反应球的反应都会出现比较不一样，没错。所以尽早感知力量。那我们科学化的训练力量有很多方法，但不是说叫你出20你就能出20，这样子太没有人性化了。我们都会希望说，从你生活中某个动作去截取这个你的动作的快或慢。例如说，我们背单动作，我想要有一个速度，然后这个速度很像扫地，扫地的速度，我们就说好，那你就把这个动作扫地融入到你的撞球里面。以后我叫你说出扫的速度，那你就出扫的速度。哦，或者是推开这个便利超商的玻璃门，我们就说推的力，哦，都有。所以尽量找生活中相似的力道哈去做这个描述。没错。那我好奇最轻跟最重是怎么形容？轻的话，我们会说像按电铃。哦，按电铃。或者是再更轻的话，就是贴贴纸。贴贴纸。就是你把一个贴纸贴到人家身上，是要很精密的那种感觉哈。然后重的话，我们会说像条鞭子。哎，送大礼。哎，真的。天哪，两位平常一起练球，结果这么客气啊！没错。哇塞，亲兄弟，欢迎人。哇，真是好基友，好，真的好基友，送了一个大礼。那么就让郑宇恩哦，哇，开心的自由球，率先拿下第一局。他们说刘佑哲他们练球的那群里面说佑哲好也像一个明星，像一个明星哇，这么多明星啊！今天也可以猜猜看，待会来看看。大家看到的是宇恩嘛，佑哲，他说也有像一个人，但那时候他们跟我讲的时候，我是猜不太到，因为我觉得不像。哦，好，我们再观察多一点角度。好，观众朋友，如果透过线上直播，也可以一起来看看我们的刘佑哲选手像哪个明星脸，或者是他的好朋友要出卖他。哦，所以他们平常一群人一起练哦。对啊，这样也不错，撞球这样才有乐趣。是。好，郑宇恩再度开球。哇，刚才那个自由球太开心了。没错。好，把6号给冲进，那德宇延续攻势。其实球圈有时候也很喜欢像这个网络上一个例如说会员区什么中山彭于晏。哦，是啊，是，就是冠名一个地区，然后再冠名一个明星。对。哦，很多啊，什么三重刘德华，对，很有名。有沈玉琳不是有自称自己是嘉义彭于晏。所以刘佑哲也是这个 idea 嘛，也是用这个想法去套嘛。对。所以他是高雄叉这样。对 ，OK。看一下这个2号带角度，哎，他打一个防守，但是没有防到，带开。然后对我还以为没有防到，甚至我还以为是要打一个反向的中带，我想说哦。这个选择蛮有意思的，但撞完之后应该好像是叼到了，对，不知道有没有叼到。我希望他给我个暗号，说到底有没有叼到。哇，这个路线上这样角度看起来是有被5号影响到。我们看一下待会的俯视图的角度走起来是怎么样？有是，要走颗星，接不到啊，偏差有点大。好，我们请小周教练公布答案。我想不到。
高雄周杰伦。他们说他的眼睛很小哦，那个感觉啊，像周杰伦，我觉得不像啦。啊，我也觉得不像，你也觉得不像，是不是？他要是这样说，我就说我是中正金。是啊，不过真的，周杰伦就网络上大家都开玩笑说他是一个种族啊，就是对已经有这个太多人像他了。应该是说他的这个神韵啊，跟他早期。因为他出道时间很长，对各个时期的特色真名点都蛮鲜明的，所以其实模仿起来都还蛮像。没错，最有名的应该就是那个做饼的，对，那位大哥哈，周炳伦，周炳，但他新的店收起来，有点可惜，店租太高了。是，还有一个是已经用周杰伦可以去接表演，是那个好像叫黑轮哦，对，好像叫，反正很多啦，就是，所以其实。像周董这件事情，你硬要讲他养活了一个产业链，就是对不对？没错。所以我们也有撞球界的，不过我个人是觉得还好啦，可能佑哲如果再瘦一点 ，maybe 有一点，对，有点像那个周杰伦早期哈，那个型。盘腿哦，盘腿神功，还有剁杆，马塞取球，哇，这个不好操作。我记得周杰伦刚出来的时候，全台湾到处，不管你像或不像，都在模仿周杰伦。对。对，我年轻的时候，哎呦，不错。然后都要穿一个帽 T 哈，然后手一定要扶着鼻子。是。然后现在模仿周杰伦就不会说那个哎呦不错，都会讲说从我这边，一个舞步。真的很多经典的东西可以让大家玩梗啊。没错。那你知道刚刚这个台词是出自哪一部电影吗？那个就是他自编自导的那一部啊，没错，不能说的秘密。白球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吗？好啊，进去了。那这样子就4号的位置有点远 ，safe 啦，还好啦。自由球，可能就是摆一点点角度切球，5号做中带。这球要吃一点左手，他在想怎么下杆比较好。好的，看进就做5号。小到中带，7、8、9的距离就比较远一些，先把7处理掉。这球怎么做比较理想？这个球应该是打一个推杆左塞会比较好一点。现在打一个中杆右塞也是可以啦，但是这样的话看起来角度有点潜水。这样的话就要做小面了。做小面的话就是中杆哦，然后力量不用发太足，刚好从9号的球左边。他打一个低杆，不错的话也是可以，停的位置也很好啊，那就代表刚刚8号角度没有打。好的，佑哲最后的3颗球处理的都还不错。完成了，结论。好，完成了扳回一局，现在
两位球友形成了1-1的平手，而且双方都要拿5局，所以这场三明区内战有得打哦，应该会有得打，两人实力还蛮接近的，所以今天能抽到一组也算是蛮巧的哈。可是感觉他们是不是应该都掉到败部，就代表两个只能有一个活下来，活下来哈。很残酷哎，如果是兄弟相残，然后只有一个活下来，就这个铜锣湾只能有一位浩南，所以那个三重的不是三重，抱歉，三明区的这个球馆今天也只能有一位这个代表继续往胜者组来走。来看一下右泽的冲球，好有进。好，那这个1做2的话，应该就是第一杆左塞N字形或推杆右塞3颗星啊。那我是比较建议这个推杆右塞3颗星，其实都可以，只是我觉得推杆对我来说力量比较好比较好计算，对啊。好，他走一个低杆左塞或推杆左塞N字形，那这样子的话，我知道他为什么选择低杆左塞，因为他是左撇子。对，我右撇子的话，我就会思维会不太一样。好，2号贴壁走，有。3名周杰伦占这一颗，哎呦不错，不错，哎呦不错，对哦，手感慢慢热起来了。对，但有点远从我这边到你那边够不步。很快，现在台面上剩下4颗。去哪里？从我到听妈妈的话，听妈妈的话，不要跑太远，但还是跑进了，母球还是跑进了，搁浅了，对，搁浅了，搁浅了。哇，那这个要好好把握，这个自由球好好做的话，是可以清掉的。推杆右塞，好，太小力了，这个做太远都会有准度上的风险这个自由球做这样叫自找麻烦。是，打一个帅的。小跑，哎，不错，位置有跑回来，还可以。可以啊。好的，把握住自由球的机会，把最后的7、8、9给吃掉。真的是有惊无险，是做得非常好。好，这样这一轮就拿下了第2局了。所以两位选手其实有时候就是，尤其是在后半段，如果真的白球搁浅了的话，那基本上就是
对方就拿下了。好，看一下他的排法。我们裁判工作人员今天都是很辛苦哈，今天这么多的比赛，都有大家的帮忙，才可以顺利进行。还好我们裁判够高啊，这个女生够高，不然有时候排球光要检查排的紧不紧，要一段时间。没错。哎，好有劲。对，反弹之后进到了右下角的底带。哇，一冲进2颗。好，他决定要push到这边用跳的。哇，吃点身材咯，来看一下简单的颗星。哦，抱歉，是轻碰。掉太死，人家就不跳喽。人家应该是不跳，也不想解。很好解，但是对方也给你解。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拉杆有点紧。这颗2号怎么打？跳一下。没错。看一下今天大家跳球怎么样？今天大家跳球怎么了？怎么都飞不起来？真的飞不起来啊！超人不会飞，超人不会飞。今天跳球不会飞，没错。他要走一个什么路线？他应该是第一杆点一下，第一杆点一下，对，然后母球靠近7号，哇，这个怎么大家都喜欢把球做这么远角度？倒是有什么顾忌？放不太开的感觉，都拔杆。好，切球。好，他没有选择切进。黄色刚才的那个距离颗星，然后还有洞的距离，哇，那个也是不好处理。没有错。好，给他思考的时间。对，要1首歌吧。1首歌要给他1首歌的时间，思考一下。那等下会不会拿出双节棍来打？再三确认一下角度。哎呦，看了2下。
失望，我感觉也有可能吃不完。哦，他一直在算哦。嗯。哟，哦，冠带，好像刚刚好，还行。诶。相当竞争哦。轻薄的一推，嗯哼，对，好，那8做9要蛮柔的，对，8做9要做对边，然后会比较省力一点，所以7做8一定要做好一点，木球推一点点就好。哇，他选择做底带，真的假的？有这么准吗？也提前把9号球的路线先算好，看一下那个正员怎么做。对，那个我们说叫做画图说故事。对。哎呦，真的弹得过去耶！哎呦，有点东西。好，应该是没有问题。哇，后面的这7、8、9处理的很谨慎，那最后的结果也是很理想的。正员拿下了第3局。佑哲要发力，对，要发力一下哈。这件衣服的左袖口上面就印有 Nine Ball。个人觉得我们的花式撞球啊，或者说整个撞球家族有这么多品项，那你觉得9号球最考验选手的哪一项特质？9号球最，应该是说哪一项特质？对，我觉得耐心吧。耐心啊。对啊，你耐心去想好你每一个，你不要没有耐心急冲冲着出杆。就算今天打得好，明天不一定打得好。职业选手为什么可以打得好，并不是他依赖每一天的感觉，而是依赖着他日复一日的训练的量。所以他们都尽量不想说，今天感觉怎么样？他们就说这个东西打起来，蛮硬的，蛮硬的，就是不是用感觉，他们就直接去表述一个东西。这样子应该也是有机会收起来，但他可能，看到了什么要跟我说，不然我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
该是看你能不能过了。但是木球实行电阻。相当谨慎哦。对啊，这个路线这样看起来应该是没问题，只是可能吃到3号的位置比较偏，被带走了。好，变成一个中带的 chance 球，没错。应该是点一下做中带，做底带也是可以，就代表刚刚3号特别直。好，这个高架杆可以底带顺做6号。好，那这个6做7应该是一个拉杆1颗星，看角度哦。如果他写往中带去，就是拉杆1颗星。做9号做7号底带，做中带。哎呀，发力的结果，但是运气还不错啦。有掉到。刚才白球没有弹进去，也算是救了一命啊，不然有可能又要送给郑宇恩大礼了。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是越紧张，然后就越没有办法发挥跟平常一样。因为我是没看过他们2位打球，可能小周教练比较对他们平常的水准，可以掌握住。好，再看这个跳球，看看今天跳球能不能成功哈？少数成功的案子。是，来看一下郑选手的跳球。哎呀，跳过去了。没错。哎呦，结果哇，差一点，差一点。差点从中带变底带啊！好，精准度机会来了。哦，打一个薄球是什么意思？只有球。这个底带的话，母球可能要推杆顿推1颗星，或顺推右塞2颗星。看他的笔画方式，好像是要2颗星哦。还是他只会用50刀笔画。哦，有人打中带。没有底带卡洞。应该是可以把握这个机会了啦。
看一下手感还在不在？哇，差一点点，差一点，差一点。好，机会来了。好，球漂亮，回弹的位置尚可。漂亮，比数来到3-2，对，比数3-2，再追回一城，所以确实这场比赛的进展跟我们赛前预期的一样，两位平常一起练球的球友，这个实力在伯仲之间啊，没错，谁的把握度更好一些，后面的2局会很关键。但现在刘佑哲拿下了第2局啊，只要不要在这一局被郑宇恩拉到4-1的话，那心态上至少都还比较稳健一些。在球友间，他经常被冠以高雄周杰伦的称号。没错。看久了好像有那么一点感觉。哎，这个在心理学里面叫认知不协调。然后企图说服自己他是合理的，就叫认知不协调。哎呦，这一个冲球不错，冲进2颗。哦，抱歉，是冲进1颗，6号球。哦，2颗啦，对，2号跟6号是。哇，现在的冲完之后蛮5-5开的哈，左边3颗，右边4颗。哎呦，这个吊球，哎呀，有掉，对。这边2边的颗星都可以解哈，但感觉还要解2颗星。好，那边是错的。这里解3颗，哦，2颗，抱歉。拿了多号王佑维，稍前后11分。好，打这个12点钟这边的位置，应该是左塞2颗星了哈，在发球线地方第2颗星。过头了，对，没有，再给他一次机会，再给他一次机会，哎呦，哇，结果是颗星，对，的确是颗星，但多了1倍，超扯，笑了，自己都笑了。这个左手延长把，好，3、4到3号，3号应该就是中带，低杆点一下就好。4号中带，就推杆1颗星到9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颗3号低杆点一下，究竟会不会因为现在手很僵硬，不小心变拉到，变成3、4中带。好，敲到了，那这个角度略显有点大。
对，力道要给，但又要确保球的轨迹哈，嗯，处理起来需要比较多的技巧。哦哟，刚刚对，刚刚好。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杆点一下，很易，哇，终于醒了，是，周杰伦张眼了，手感回来了，不再流浪了。没错。流浪里面最好听的一首歌，不是流浪到淡水，你说有流浪的对啊这个字哈啊。应该是流浪记吧，纪晓君啊，哇，很多人好像台湾不是有一阵子很爱办那个选秀歌唱比赛，哦，那个流浪记还蛮常对被选的几率还蛮高的，就是因为每个选手不是都会讲自己的故事啊，比较有故事，对，是。然后因为录影是在北部嘛，有些不是在北部的就会唱流浪记哈，北漂记录自己的北漂生涯这样，卖菜，这也是一个人设，对。好，我们来看一下柚子的9号球，最关键的一球啊。哎，哇！留下一个，哇，还有危机，哎呀，被挡下了哈。还好是留下一个普通难度啦，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但没被打进就很亏。不要太大力，顺的打就好，顺推就好，不用硬要打低杆。因为这个我就会想到昆凌去打10号球的时候，有一个10号就是打一个低杆。哇，做了一个很甜的中带，就是阿迪亚斗，对。好的，把这一球给削进，比数追成了3-3。没错。果然是伯仲之间。对啊，这种比赛哈，双方都有一些小突锤，关键的时候那就是关键时刻，尤其是后面这2局啊，就是看谁比较能够沉住气。但我相信，如果是平常不是在转播，他们可能这样边打，就可能会边聊天啊，边嘴炮啊这样子。那今天的比赛过程就是只能就是什么话先留着，待会再讲。没错。好，看一下柚子的冲球哈，会有什么惊喜吗？惊喜就是3天之后播出180万。好，冲进1颗。没有掉到远掉到，不错。
个推杆1颗星。如果要左塞的话，就是做底带；不左塞的话，就是左右这blah。我问你哦，你知道溺水的人在溺死之前会说什么？就是那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没错。你讲咕噜咕噜，你知道之前有一个叫猫咪的那个实验，就是叫猫咪的，就是还有一个咕噜还是喵喵，然后看你是听到高频还是低频。还有这种。对，就是有些人对高频比较敏感，他就会听到咕噜。是。如果你对低频比较敏感，你就会听到那个喵喵。好，1、2、3，现在都被小吊打死，还带旋，换了一个大方向。没错。这颗就应该要做个防守了啦。打4号球右边，母球2颗星往球台的下方躲了。两位选手可能平常练习机会多，我们今天看起来就是都进攻面向比较多，防守的策略出现也是有，但不多。他们都还是想尝试做进攻。但今天打球，他们确实是比较谨慎一点，感觉出来的都不想承认自己比别人弱一点，所以这就是进步最快的方式啊！你就找一个跟你很好的朋友，对，一起来比赛。对如果你是那种有点拍谁，不是那个什么台语怎么讲啊？教他等教他等给他多。就是稍微小心眼一点的，你就会觉得输给你的好朋友，是，心里有点疙瘩啦，所以就会想要一直赢。这种良性竞争啦，但是这良性竞争可能要建立稍微有点，对，有一点点嫉妒心的那个感觉，是会更好。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团体里面，像老师这样带校队啊，尤其是队伍里也有实力伯仲的，然后可能要怎么样去给予队员们一些刺激，让他们在往良性竞争发展，彼此这样子教学相长，其实也蛮需要智慧的。对，但我通常都跟他们讲说，8分跟9分有什么好吵的？满分是100分，那边是真的你强我弱，哪有差？白球进攻，远端的黑球在9号的后方，这球的角度跟力道都需要拿捏的蛮精准的。对，但他要看自己的极限，可不可以用到最薄？没有。他选择强攻，是强攻来一个灌带哦，但是哇，那这个做定杆吗？就是打右边薄一点，打右边薄一点。人家师傅说，就是最好的进攻，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但通常都是因为防守没招了，所以才打进攻，所以不能忽略掉前面那句话。好，我们看他会不会不小心打后就有点不太好，还行，确实有打薄。滚到这个位置，那就要来拼一颗准住，
但还好这个角度可以的，都没问题。好，好，后来居上，哦，右泽不错哦。这样连拿2局，现在先听牌喽，这样子压力就给到了郑渊了。平常一起练撞球的伙伴，对，这次相约来报名台湾杯，结果也还在台桌上，还真的相遇了哈。没错，感觉到他们有压力在打啦，是蛮谨慎的。是，有输了可能就是回家，明天不用来。明天不用来。我们去年其实有看到很多女选手，然后今年就稍微少一点，我们就期待明年会有更多的女选手出现，让我们播报。毕竟我觉得撞球这运动男女都可以参与，而且女生学应该也不会太难。哦，1号在加把力有了。我们说这一局的速度应该不错，对，冲球直接冲进2颗，待会打2号蓝色。但我们今天的转播之外，明天还有一天啊，所以我们看明天从32强赛开始，会不会有一些女选手有机会在明天亮相？看一下这个留下来的球，2号，好，那这应该是推杆，然后左塞1度5左右。蛮罕见的洗带路线，好像运气不站在愚人这一边哦。自由球起手，看一下右泽3、5、6、7、8、9，谨慎利用这一颗自由球的机会。3、5、6、7、8、9，3号应该是推杆1颗星，推杆1颗星。5号应该也没有问题。左6。做小面，哇，路线出现偏差，对。桌上还有5颗哦，以今天双方的这个紧张的程度，要吃完这5颗也并非易事啊。对。那我们来看看，他5号球想要灌中，他有在量，他有在瞄，他有在按。好，看一下灌球的感觉怎么样？嘿，有，不错呢哦。
该是打一个拉杆。来到灌球的时间了。对，这颗在量哈，灌右下方底角的这一洞，没错。这颗7号球，因为基本上已经贴住颗心了。但他刚有在看这个灌球的角度啊，他们应该都是抢攻派。强攻，来看一下，哎呀，有对，强攻了，但是另外一颗对。年轻人就是哈，没错。自己都笑了，真的。应该是一个推杆1颗星，闪过9号球，不要期待就好。给自己一个信心，后来居上的信心，贴壁就没事。力量稍微大了一点，但应该看他是要打一个轻洞还是3颗星哦。我们宇恩的领先已经被卖完了，对，剩下右泽可以看他的领先。好，右泽关键的一杆，关系他到能否在这一场强5局的，他们算同才之间的较量能否后来居上？被球友称为是高雄周杰伦的刘佑泽。没错，把点看好 ，SOP 做好，就运杆打球。看他这个运杆，感觉没有问题。自信，都回到了我身边了。真的假的？哇，强位局。可惜啊。没错，是朋友嘛，一生一起走嘛。你有我也有嘛，真的是好基友一辈子。好的，那郑宇恩这一球蛮幸运的，在刘佑泽最后这个关键的9号球没有办法把比赛给终结掉的情况下，收获了一个比较轻松的获胜局数，双方4-4，就是要达到决胜局那么的精彩。这个一决生死，那个什么，一决生死也分高下，我忘记了，你知道一个人的50，既决生死也分高下嘛，类似。不会啦，没那么沉重，就是2位好基友平常一起练球，今天相约来比赛。搞不好他们今天就是他们在此之前某一个人胜率是100%。对。我记得我以前国中总是打不赢一个同学，对，然后有一天打赢了他，我觉得那个是我此生最畅快的一件事。那他是会拽拽的吗？还是还好？会拽拽的，会拽拽的，就是就是他就会一直量啊，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打赢。那也不错，给你一个目标哈。
这个1号球应该还是可以进攻啊，距离稍微近一点，但小心出杆。这个就要用我们 Max 大哥最常讲的一句话：出去爱定。要快哈。对啊，出去爱定，我就好了阿个死死。好，没。他竟然选择防守兼攻球，天啦，太神奇了！他自己都傻眼，傻眼，送你离开千里之外，兄弟，不好意思。这没有人料到啊，没有料到这一招啊。我们再看一下，待会有慢动作回放，太神奇了。他应该是要做个防守，对，他是要做防守，结果这个哇，鬼使神差之下。轮不够啊，对，所以就变成1颗星了。对啊，他自己比也是比1颗星。看一下刚才的状况。真的，我送你，真的是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以这么意想不到的方式。没错。哇，好精彩的一场比赛哈！这起承转折，我们这场平常在高雄三民区练球的2位球友刘佑哲跟郑宇恩2个人这个抢5局的大赛哦，最后郑宇恩这个虚晃一招，假装要打1，结果呢非常 lucky， 这个运气点满，今天的运气就用在这一杆了。没错，对，提前走一个大捷径。最后是以5比4的局数击败了同彩。当然，2位选手这一次得以在台湾杯相会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啦。胜不骄败不馁，这个三民区相会的时候，大家都可以，今天这场回忆可以成为他们之间彼此在进步的一个话题。对，好，那我们在5分进行一下场地整理，待会回来就会是今天周6转播的最后一场比赛，我们会看到是江新乐选手对上林伟胜选手的今天周6的压轴赛。我们待会再回到台湾杯的转播现场。
好，在今天8月30号进行的台湾杯全国撞球锦标赛赛程的第一天啊，时间已经快接近3点半了。我们转播的最后一场压轴场次，两位男子选手江欣乐对上林伟胜，一个要抢4局，一个要抢5局啊。好，这样子是由江欣乐这边来做开球，赢了明天就来，输了明天就不用来了。这样打2天比较划算了，对啊所以要想办法进行。缴易啊，还好这个不用缴钱，还是。好，我们负责冲球的是林伟胜选手，他在这场比赛要拿下5局，嗯哼，对，要比对方多1局。哇，强力的冲球冲得不错哈，但是没有进任何一球。哎呦，哦，我觉得画面没事一黑没事，9号球就进了，那就太最精生气了。彩的地方没看到。虚晃一招，虚晃一招，吓你们。对，差点国防部。对，差点国防部，然后一遮完，哎，怎么球还对？哦，不错哟，加干器用的很顺手。对。哇，江欣乐个子小小的哈，但出手起来都很果断。没错，人狠话不多。对，人话不多，因为戴着口罩话也没办法多。好，这一球看这个路线，这个角度不太好看，但是3号稍微被4号遮掩到。对，应该是截1颗星。截1颗星哈，看他是大力截还是小力截？好，是一个中力截。好，留下一个3号球，没办法进攻的角度，但他可能还是想进攻。我们看看他怎么进攻。好，哇，他说我也不错哎，他还可以藏的蛮好的耶，运气真的是不错。对，就是这个攻中带防的一招，进攻中带着防守啊。他把这个防守已经化形了，你知道吗？是。哇，造成了对方的失误。不错不错，这个防守球做得挺好。好，江欣乐的自由球机会了，看看怎么瞄。好，是不是稍微有点太直了一点呢？好，他打推杆，但也没有推太顺，推不够。好，没关系，他果决的出杆可以改变他所有的想法。哇！他这颗3颗星不错哎。对，他出杆是真的很蛮干脆的。没错，像风一样的男子。对，最喜欢这种类型了。对，没错。也蛮喜欢这首歌的。是。对，这是由陈晓东演唱的。你们中正那附近有 KTV 吗？也有哈，所以大家平常如果练球之余也会同欢的话，也去唱歌哦。难怪感觉教练的歌单很多哎。而且他们都这几届很喜欢唱复古的歌哦，就是有郑中基、伍佰、王杰哦，对，不错哦，那个流行趋势又回来了。但是我想想，在8年前你在唱这些人，他们就都不认识，就很莫名其妙，这些人又红了回来。
我们说这个华语乐坛90年代是神仙打架的年代哈，对啊那时候而且他们还会唱一些我根本也没有听过的一些歌手。好，最后的6、7、8、9 4颗分色有点散哦。应该是没有问题，这颗不要母球被8号球叼到就好，力量控制一下。哎呦，哎呦，你的中杆怎么那么小力？好，他的防守也没有说一定要到很精致的防守，这就是让你难打就好。是，对意识到位就好了。对，没有埋得很深呐，哈。哎，让你难打就好，其他我不管。好，剩下这3颗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个7号打进也不用硬要做对边呐，哦，很低杆定，等下母球打8号跑5颗星也可以，哦，所以就是稳稳的把7号打进就好。如果可以的话，就带一点点拉杆就好，一点点就好，一点点啊，还行，还行啦，哈。再跑远一点，可能待会打8号就没那么好削了。这个位置还行。好的，最后一杆林伟生稳稳发挥的话，应该是可以率先收下第1局。没错。好的，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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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选手这局数相差1局哦，不过看两个人的身材哈，感觉要差10局，感觉这个年龄可能比这个局数看起来的更大一些啊。我夸张了，是你夸张了。哇，差10局看到都不太想打。好的，排完数，圣诞树装饰好了，来冲一波。哎，你小时候有布置过圣诞树吗？哎，会啊，会啊，学校也会啊，学校也会。嗯，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的圣诞树也是自己用的，但就是底下的礼物，就是我家里面都会说你底下要留着空着，然后让那个圣诞老人哈摆礼物是，然后我就会把那个底下用的非常的干净，然后写说请放在这里，请放在这里。啊，真的会有东西吗？会有啊，那不错啊。长大之后知道是爸爸妈妈放的哈。因为我想说奇怪，圣诞老人怎么那么厉害，知道我要什么？我这次又没有许愿。哎呀，白球进洞，蒋欣乐小弟弟啊，球风跟他的身上穿的衣服一样，你上 GT 啊都很冲，上来就是冲。没错。哎呦，来，哦，想走一波捷径。没错，坏分子。身体碰到吗？怎么？好像有状况哈。反正最后是判给了新乐。好，他只能想办法叼球了。对。哇，叼这边哦，哇，
出乎我意料之外。好，感觉好像还看得到1号球的左边。来，我们透过这个镜头感受一下哈。好，不行。对，好像还是被给遮了一些。嗯。好，他也拒绝2颗星，他要用 Marseille。哦，有转出来呢。哦，可是没有碰到。打回原位。对，打回原位。这太厉害了，这比打不到球更厉害。打回原位。是。回复上一斗。对，这让我想到怀古好漂亮。哇！抓球嘛？哎呦，对，现在小朋友都出其不意，真的。可惜尾劲不够好，如果尾劲够的话，哈，是可以来尝试看看。哎呦，他的这个横架杆也就是蛮随意的。对啊，还有不管做不做得到球，我先打进打就对了，打就对了，不啰嗦。这人狠话不多类型。看一下韦胜杰3号有卡了一下，还是进。好，那这个4号球稍微有点远，好，看他要不要发一点大力，拉杆1颗星。喂，该不会留一个4级还好吧？应该是不会拱吧？孩子比较难啦，因为以新乐的身材哈，这一球如果要4-9拱，蛮需要。哎呦，但他好像有点想法哎，还是要用白球抓。哦，没有，他要进攻。我们把人家想的太……不要！我把你想的太好，又把你想的太坏。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有没有要有这样的想法哦，吓死人了。他是哇，还是啊，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样。这就有点像他跑我追，对，他插翅来追，太厉害了！我们新乐真的是人狠话不多哈，把握到了一个走捷径的机会。没错，对，最后靠着一个 kiss 的5-9撞吧，好像是。对。他先4号，他先4，对，所以5-9撞打进4号，然后把9号球带到洞口附近，对，然后母球又做到5号球，是率先走了一波捷径哦，现在把局数追成了1-1，所以继续加油哈。他这叫2段连击，对，2段连击，赢要冲。输要守，大家看他待会这一局怎么来表现。这个是《赌神2》里面的台词，讲这个话的人叫做谢苗。对，我记得他也很厉害，他跟李连讲这个话的小孩子，他那时候是童星，然后跟李连杰下过很多戏啊，他就是演过《新少林五祖》。对，《新少林五祖》没错，他饰演他儿子嘛。对啊。还有那个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是不是？其实也不错诶，那个当年的那个剧其实就把很多现代这些年轻人可能会遇到这种被同儕霸凌的时候，你不能示弱，你反而，当然我们不是说要这个推崇暴力以暴制暴，但是你要在你厉害的地方展现出来，让众人对你刮目相看哦。那这些霸凌者也许就会改观了。
但其实有人说，为什么会有霸凌出现，就是教育的环境已经失能了，就是老师们也不愿意去处理这件事情，或学校不愿意去处理这件事情，就变成说大家可能怕学校的名声坏掉。哇，他组的一个69的 CD 在那边，待会等一下就不好打。好，这球先把2号化解出来。好，新乐出动架杆器，打一个碰撞 ，Kiss 25碰，对，25碰。好，可能要稍微小力一点。哎呦，不是，没有，他还是要打，他到底猜不透他。对。哇，继续护长。这个，所以刚打进是要吊死自己，所以到底是要打进还是不打进？这个两个人都让我有点捉摸不透。好，那没关系，我们看一下新的他的不行，直接故意犯规，直接好，他是怕对方再吊他一次。是。好，那对方有没有要再吊他一次呢？他可能会说没有啊，你想多了。但打开的状况也没有到很好啦，46还是一个 CD。好，做到了。那再推杆1颗星，看可不可以做到10号呢？做到的角度停定。好。好，他打一个要藏起来的球，结果做了一个拱9给人家。对。哇，但这个拱9需要点技巧哦。但至少会给人家一个机会。对啊。来，行了，直接尝试。对，但确实现在对于贴壁球，尤其是间接的贴壁球，把握度还是没有那么的好。但机会出来，他就尝试了。当然，可能两边都还没有一个很好把球吃完的进攻能力。对可能就会选择用这个拱9下3不，捷径，对，省力的方式，省力的方式。哎呀。好，现在双方要持续处理这颗粉色的4号。这颗打进做到5号的话就没有问题了。从69中间出过来吗？哇，做这样子是哇，这个球很会跑呢，比博尔特还会跑。是比博尔特还会跑。好，现在决定乖乖接5号。来，机会出现了吗？有没有想法？还是拱9？还是拱9？来，拱9想一波。没有，被抽开。
啊，现在什么神奇之路都有，真的真的。本频道都快变子涵大帝了。哇，卡动，可惜。哎呦，准呢哈！哇，准完还是要打 kiss。哎，真的只能打 kiss 哎。来看一下新乐的 kiss。哎呦，哎呦，哇，留给对手了，除非很直。哎呦，有机会对方吃不完哦。对，够远哦。这个有困难留给对手。想吃我没那么简单呐、蹲推右塞。哦，有，哎呦，好球，好球。对，滚得出来，这球化解的漂亮，直接把球从左侧带到右侧。好的，林伟胜最后细腻的2球处理，拿下了第3局。当然，江先乐中间有出现过几次可以直接拱9 kiss 的机会，也是时不时会把哥哥给吓一跳。没错，对，所以，他指的哥哥有包含我们2个。哎，不是，我说台中，我们可能是要叔叔了，以他的这个年龄来讲。我以为有吃到这个福利。是。好，有不球进？有进的。然后1号球位置也不错，应该也可以进攻。现在1、2、3的位置都靠得挺近的哈，都在同一侧，就有机会一次解决3颗。好球！哇，这样被蓝色挡到了呢。走右方的颗星，这样子冠带先解颗星。但如果是我，应该会选择小马谁啦。可能小朋友马谁的技术还身高不够高。他摆在这边的话，我是不建议啦，这样就要2号坐很远了呢。好吧。2号走一个窄通道过不了，8号对，哇，这个是他的计算之中吗？还是我们没看到？他的 lucky， 拉的 lucky 啊，对啊，好，有没有要打底带，然后中带脚，然后对，我想说刚才那个2号应该是过不了8号的那条窄道啊。我们等一下透过这个重播再看一下刚才这个意想不到的拱9状况。哇，伟胜也来了哦。好，我们看一下刚才2个都不讲理啊。对，所以他是等于是2号发生了碰撞之后呢，意外的把9号给顶进。因为原则他之前那个路线是跟8号碰撞之后产生了偏差，不然我想说他那个2号要走那个底带应该是过不了8号的。好，但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么的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好，这样子伟胜选手再下1局，现在3比1。好，冲球把灰色的6号给打进。
对1、2号球是一个chance，但1做2就稍微有点困难，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做一个打1号打推杆，然后一些右塞，母球停在这个3、5之间，2号打底带。好，他没有，他选择2、3碰，没有，他选择刁自己，没有，他选择远球2、3碰。哇，看一下远球的这个处理。好，这样2号的 chance 球出现。好，打完之后2、3碰就变这样。好，2号就看得到不好进攻。那2号应该是可以选择一个灌球，那他应该会选择一个灌球吧？都领先了，领先就没有再怕的。好，没有，他还是选择一个打带跑。他选择一个赢要缩，输要冲的策略。好，2号不好打了。对啊，2号被当皮球一样这样子踢来踢去，踢来踢去的。没问题，他们有人运气非常好。对，留下一个 safe。这样桌台上发生任何的机遇哈，都有可能出现。再来一点，再来一点。每颗球都看，感觉很会跑，很会跑。对。刚才其实赛后就有选手说，比赛的桌台还蛮弹的哈。对。哎呦哎呦，他又想有点想法、啊，年轻人。但他现在把自己搞死了，怎么办呢？怎么办？3号解不到，谢谢。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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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说他们人真好哈，觉得进度有点慢，一直给点自由球。给自由球。还好刹车住了。来看一下这个粉球怎么解，想一个强力的冲底带，结果哎呀，给了2次机会啊，可惜都没有进去。好，那换对方切球，出动榨干器。薄切，跟牛排一样，要薄切才有口感。我以为是洋芋片。也可以。最近喜欢吃这个那个香菜口味的。香菜是。最近好多东西都推出香菜的哦。因为我本身是香菜控。香菜控，前一阵子台风，因为前一阵子我们8月的时候连续很多台风嘛，很多菜都受到这个灾损，然后香菜变得很贵，超贵。有些店家就去买那个当替代品啊，真的，他就把它弄碎，然后放在比如说粥啦，或者是放在那个面根上面，就当香菜。好像听说效果还不错，因为它又带点脆的口感。对，我以前有吃过那个可乐果炒饭。可乐果炒饭蒜味可乐。对，那时候蒜也很贵。是，还做替代这样。对，我有吃过，好吃。所以我们的这些小摊贩的老板们也是非常懂得变通哦。这个成本要拿捏的非常精准，不然那个菜价真的是有时候太夸张了。前一阵子的台风太多了。你们嘉义那边的时候都还可以吗？都很贵啊，都很贵。对，这时候就要去寻找替代品。替代品就是你香料类都还好，可是青菜类就都很贵。
那时候吃那个火锅是最划算的。是，我去火锅店，火锅自助吧，蔬菜自助吧。但他们好像都会跟这些农民签约，是，就是我跟你收，就是都多少钱多少钱。有点像期货的概念啊，我就不管这些风险，反正我们谈好一个价就是一个价啊。来看一下这个，把好大力的抽出来。啊，现在这2颗球吃不吃得到也还不一定哦。哎呀，不够薄，要刀片薄。来，新乐的 chance， 哇，打得太急了，哎呀，两次机会都没有，可惜了。但这个角度被柯星几乎保护住了耶，应该还行，还行吗？对，就是够准都可以。那要打一个比较大、比较横移的。好，没有，他选择他选择打更一个远边。好，留下一个远球。其实台湾已经开始做一些就是针对台风来的一些措施，所以我们有很多水跟植物都是在一个建筑物内做，然后它是一层一层的这个植物架，对，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可以减少这个台风带来的菜价波动。是，对啊，因为随着极端气候的状况，未来这种短延时强降雨啦，哎呀，都有可能会发生啦。所以以长远眼光来讲，提前布局是确实的。尤其有些大企业他们可能若有这种员工餐厅的话，他们要保证这个供给量稳定的话，其实如果有地的话，或许也都可以这个想一些自给自足的方式。他们说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地，但是他不是用地去耕种，他就是放那个货柜屋。对，然后室内就是用灯去控制照明时长，然后温度、湿度，这样子就可以把这个，送礼了。对，把那个植物的作息调整好，它就长得好。对。好，看一下新乐吃不吃得到这一块肥肉啊？没问题。挡住了。他们就是渣男嘛，喜欢搞我心态，就对了。是，他们喜欢就留一手啊，留点悬念。没错。好，这样子，江新乐拿下了第2局哦，所以比赛还持续在进行。现在双方都距离抢下明天晋级的门票都还有2局的这个差距哦，所以其实现在也还不好说。一个出杆快如闪电，是，然后另外一个也不相上下，对，2个都果敢果决啊。打得比较顺哈，比较容易上头的类型。就跟你硬拼真道理嘛。对。好，来看一下江选手的冲球啊，个子年龄比较小，他冲球之后会带一个跳的动作。哎呦，好，冲完球之后，1号球往右边走得好，然后母球距离蛮远的。冲进都冲进蛮多颗的哦。是。好，那这颗球应该
会选择进攻吗？感觉他们进攻的欲望非常的强烈，有可能是打灌球。如果打薄球打进了，我就要抓他去验尿。哇，犯规了，犯规了。说到这个用药啊，撞球这门运动会有这个问题吗？你只要是这个亚奥运项目，对，或者是全中运，你只要是运动项目，对，都一定要验药。都会，对啊，只是说撞球不知道吃什么药才会变厉害。对啊，我的好奇就是这样子哈。我记得有一种药啦，叫它是一个滑雪选手做的，它是叫做聪明药。聪明药哦，聪明药就是指的是说，在你短时间内会梳理你的思绪，哦，你的大脑皮质层会激发的很快，所以你在思考的时候会很快。所以像这种对比较需要战术啊或者什么的，短时间或者集中力的时候，短时间会帮助你。哇，让我想起一部电影哦，《要命效应》，你有看过吗？药命效应我不知道，但如果是药品这种开发的，不是之前有一个来台湾拍的那个，有个女生Lucy， 你说的那个是这个史嘉丽·乔汉森对演的那一个哈。我说的那个药命效应，它也是他们发明一种药，然后让凡人吃了之后也会瞬间聪明很多。对，就是那个主角原本是一个落魄的作家，吃了之后，整个这个文权私涌，然后整个就写出了小说。后来他觉得写小说赚钱太慢了，他这么聪明，他直接去当华尔街操盘手，然后进而走上，他拍的还不错，也是讲，但当然现实生活中的药没有那么神啦，对。但就会让人家反思说，我们人类依靠药物，然后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其实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大脑才被开发4%而已。那如果有药物可以激发我们的脑力到10%就好，那就等于是你原本的4%的2.5倍。好，这一局因为冲球进球数蛮多的哈，所以球路打顺之后节奏就蛮快的。这球打进之后，林伟胜再下一局。白球停在了右上方的洞口，他现在听牌了，率先听牌。冲完球之后，我们看一下，没有进。好，1号球是看得到的，但不知道能不能进攻。好，不能进攻，他选择一个防守，有防到。好，其实这时候我就会去看1号球有没有贴壁啊。裁判也有去看。对。那如果有的话，基本上它就会是一个呛死，因为我们可以先用下塞，把球勾紧。好，那他也想要这么做，但他没有碰到球，可惜，有一次犯规。怎么了？注意力开始涣散掉了。双方这场交战已经是打到第7局了。今天一整天，有些选手9点，我们是9点进转播，他们可能8点多就报到了。对，所以
其实一整天下来打到现在这个时间点，注意力比较有些涣散。对，一日赛就差不多是这样子啊，哦就是体力的拼搏啦。因为像这种一日赛，你一天可能要打个4、5场。要不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妇幼馆打，对，好，它有一个公家的关门时间，是，那我们就是可以一天把它打完，但我们并没有，我们就是在这个妇幼馆里面遵照了它的使用时间，然后来进行比赛。一碰九，开了老半天跑去一碰九。他想做坏事，但他没做成，对，反倒可能要被人家做坏事了，蛮有意思的哈。对，这就让我想到这个，但他先去看一下，对他也可能他也有可能先打1、2，然后再用3碰，会比较好碰。有因为1号碰9号比较难，对3号碰9号比较直，贴颗星的那个角度，对，来看一下是否有这样的机会。先把2号给打掉。好，没做到了，理想很丰满，是，现实很厉害。但我觉得有尝试的机会，你就是 try 一下，没错，对啊，这个也想try，但是差的有点多。好啦，那这打进2号，应该等下就是3、9碰了，所以要抢2嘞。现在双方就在抢，因为3跟9的那个位置真的是蛮理想的，蛮甜的，就是看做完2号的回弹效果怎么样？有点多哇，没角度了，没关系，看看可不可以用白球去拿，打一个中杆，白球往左走，没有的，还好还活着，是，继续。好，3号的中带继续做吗？但是做4号可能就不好做，但也可以打进3号母球，走这个右边1颗星去抓9号。好，他没有这样选择，他选择一个可以看得到4号的地方。好，选择灌球失败了，留下一个困难球。乐高，这个好还好，就中带而已。走一个中带，然后看下一颗5号出手的位置，没有解到，还送了白球。那这样就有，感觉是不是有戏？但那个距离不太够，距离稍微远了一点，稍微但他还是想尝试，因为其实9号的那个方位蛮吸引的。好，考验组合球的机会有没有想？没笑到哈，打太轻了，打这么轻很危险呢。
好，谢谢。再给一个。其实手这样去接，对，其实也不太好哈。对啊，刚才前面有没有摸到呢？是刚才前面那个选手也是有类似这样的状况，我们都是建议选手就让他在台面上走完，不要提前去用杆子或是手去在球路上做任何的遮挡哦，这样都会给人家解读的空间。就例如说手在那边啊，中指稍微凸出来一对点啊，对啊，或者手套什么挡到一点点，对不对？这都有这个被解释的空间。所以小朋友回去看回放，这个都拍得很清楚啊，可以再回去做一些检讨。坏习惯不要。对。好，白球小心携带，要小心哦。还好，有下一点右塞。好，送到中袋的洞口了。好，哇，这个桌这边就还有变数呢。轻切，但是进球点打得不对，没错，弹的方向不对。好，这里架杆，就跟他硬拼了。硬拼哈。对，但是这个进球率是有点低一点。哇，哇，黑白还有的玩，这还有得玩哦。哎，自古黑白是 CP， 这么近的一颗贴在一起也不好处理。什么自古黑白是 CP？ 没有啦，就是以前不是都说这个自古就是蓝色跟红色。都很容易被凑成一对啊，黑白也很容易被凑成一对，这样子是一对 CP 这样子。关键的一球中距离，应该没有问题吧？不要急，莫急莫慌。急了，还是急了。会不会有 lucky？ 没有，还好，没有留下一个瞬间的可以打的球。哦哟，这个灌得不错啊，角度也还 OK，第9球应该可以收下哈。稳着点啊，不要打太大力。哎呦，好，那这一局就该是他的，好不好？我们就这局就该是他的。没错，命里有时终须有。是。今天这个命里带9号球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原本要打左边的这个球洞，结果阴错阳差之下滚到了右边的球洞，但最后的结果呢，都是拿下了这一局。好，我们再次恭喜林伟胜选手最后的那一颗9号球。虽然这个进洞的选择有一些偏差，但是最终的结果呢，还是他战胜了张新乐选手，可以获得明天晋级的门票。那我们今天的转播也到了尾声，我想请我们林教练、小周教练是不是稍微帮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看到真的非常多出乎意料的，不管是 Lucky Ball 也好，还是公救也好，怎么快速的浓缩今天你看到的今天的台湾杯的表现？应该是选手们都太紧张了啦。那在准度上表现稍微有点偏差，但是运气都不错，都有造成9号球进了其他的洞。那再来就是跳球的部分，
选手们跳球可能今天都发挥的不好，那可以回去多练习自己的跳球，还有解球的部分，让明天的防守或者是被对方防守到都不会造成有太大的威胁。是，确实就像教练说的，这个跳球呢，真的今天大家的失误率都偏高了。但至于这个失误跟 lucky ball， 也可能或许是因为有超乎预料的一些事情，我们其实看起来还蛮有这个戏剧性的，也是蛮惊喜的，惊喜不断，好吧？那我们也期待明天8月31号周日的这个台湾杯，我们会从早上的9点钟，然后会从32强赛开始进行，也请观众朋友持续锁定在我们的3个平台，包括高雄市撞球运动协会的 Facebook 脸书粉专，以及 Hot Sports 跟动之 Sports 的这个 YouTube 频道，都可以同步收看。那我们明天早上9点见，我是董金桥，今天很开心。这个跟我们的林教练再次搭档，那明天也会是我们2位继续为大家服务。那我们就早上9点钟继续来看这个台湾杯第2天还会有什么精彩的表现。我们明天见。